缅甸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半以上，主要农产品有水稻、小麦、玉米、棉花、甘蔗等。此外，缅甸还盛产柚木、玉石等矿产资源。近年来，缅甸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吸引外国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旅游业已经成为缅甸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然而，缅甸的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首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能源和通讯等方面的投资不足。其次，教育和医疗水平较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再次，政治局势不稳定，国内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较为突出。最后，缅甸与邻国的关系紧张，影响了其对外经济合作和发展。缅甸的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在冷战时期，缅甸与美国保持较好的外交关系，而与中国的关系则较为紧张。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缅甸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缅甸的国际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缅甸的古代曾经是东南亚一带最大的王朝之一。在11世纪之前，缅甸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基本上是部落分裂的状态。到了1044年，缅人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叫阿努律陀，出面统一了国家。这个国家叫蒲甘王朝，都城就是今天的蒲甘。蒲甘之后，又先后有博固、东须和贡榜3个封建王朝。下面就这4个王朝简单概述一下，这样你如果有机会去缅甸，就有了一点历史线索。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蒲甘王朝1044年至1077年，蒲甘王朝由阿努律陀国王1044年至1077年于1044年建立，是缅甸第一个统一的帝国。阿努律陀给缅甸历史留下的辉煌遗产，就是把上座部佛教，我们也称南传佛教或小乘佛教，定为国教。他的后代继续扩张征服，同时继续以上座部佛教为全国信仰的宗教，在13世纪初达到鼎盛。在王朝几百年的时间里，上万座佛塔像森林一样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最集中建设在蒲甘城周围地区。至今依然有接近3000座佛塔耸立着，这就有了3000佛塔云烟中的美景，也使得蒲甘佛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最著名的标志之一，其名气和吴哥窟不输上下。1287年，蒙古统治者忽必烈率领元朝军队入侵蒲甘王朝，导致了王朝灭亡，同时也使大量佛塔遭到破坏。博固王朝1287年到1531年，博固王朝1287年到1531年，趁着蒲甘王国衰败，一个叫瓦里鲁的孟族人称霸了下缅甸。当时蒙古军队的手伸不了那么长，没有到达下缅甸。瓦里鲁向元朝称臣，以确保自己平安。后来瓦里鲁被他的外孙刺杀，瓦里鲁的弟弟继位。这一时期的孟族开始强大，居然去征讨泰国境内的清迈，获得兰本村等地。但博固内讧外乱不断，北方的缅族军队力量强大起来。到了14世纪末，博固王朝基本上就濒临灭绝了。偏安一隅又拖了100多年，这个王朝一直打打杀杀，没有来得及做太多的文化建设，所以没有太多的东西留下。今天仰光东北面60公里处，有个叫博固的城市，就是古代王朝的都城。
现在只留下了几座佛塔和一些城墙遗址。东须王朝1531年到1752年，东须王朝1531年到1752年。13世纪蒲甘王朝被蒙古人灭亡后，缅人南移，到了缅甸中部的东须，这个地名大家不熟悉，但如果提到铜鼓战役，大家一定不陌生。铜鼓战役是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后和日本人打的第一场战役，由著名将军戴安澜指挥。东须就是铜鼓，同一个地方，不同的翻译。这个时候，上面有小小的王朝叫阿瓦王朝，下面有混乱的博固王朝，其实都是小国家，加上现在的东须王朝，实际上就形成了上中下三国鼎立的状态。但东须王朝的领袖比较善于经营，合纵连横等手段都用上了，最后在16世纪把其他2个国家都灭掉了，统一了缅甸。但后来过分扩张，征服了暹罗的阿育陀耶王朝、吴哥后的王朝，劳民伤财，弄得国力空虚，于1752年被孟族所灭。王朝的都城东须现在还在，四四方方宽阔的护城河，可以想见当年的气派。但城里除了日常生活的老百姓和破败的房屋，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贡榜王朝1752年到1885年，贡榜王朝1752年到1885年，贡榜王朝为缅甸最后的王朝，不但统一了全缅甸，还对外四处用兵扩张疆土。18世纪末，清朝和缅甸两国围绕边界地区的领土和资源控制权发生的一场战争，清缅战争，最后以双方签订合约收场。在英国入侵缅甸之前，这个王朝一直还算强大，但1885年，英国人彻底占领了缅甸，把整个国家并入印度，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做得比较过分，把末代国王锡袍王与王后素普勒雅流放到了今天印度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濒临阿拉伯海的一个偏僻小岛上。最后国王和王后都客死他乡，这是一段悲惨的故事。今天的曼德勒就是当初贡榜王朝的都城，护城河围绕的都城面积比北京的紫禁城还要大2到3倍，可见当时王国的兴盛。可惜人去楼空，故国不堪回首于民中。皇宫的雕栏玉砌也在2次大战的时候被日本人轰炸的稀巴烂。今天在皇城里的王宫就是一个劣质的复制品而已。殖民时期1885年到1948年，殖民时期1885年到1948年，英国人曾经在全世界遍地都是殖民地，后来从殖民地撤离，通常留下3个东西，一个是殖民地时期的建筑，现在你到仰光还遍地都是；一个是英国人的那套制度体系，如果能够延续下去，算是对殖民地的贡献。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地都继承了这些制度体系。一个是离开以后的烂摊子，给人的感觉是英国人不愿意随便放弃殖民地，所以离开的时候就对殖民地各种不合理的划分或埋雷，留下了世界上一堆混乱的地区。缅甸今天的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缅甸和孟加拉边境地区都和当时英国离开时候的布局有点关系。还有中东地区的冲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都能找到英国人当初不合理划分的痕迹。1885年，英国发兵灭缅甸。1886年1月1日，缅甸并入大英帝国下属的印度，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份。中国清朝政府曾命驻英公使向英国抗议，
凭着中国当时的实力，结果可想而知。实际上，随后中国就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规定中国承认英国对缅甸有支配权，但缅甸对中国仍可以每10年一贡。英国将缅甸纳为印度的一省，并将政府设于仰光。除了侵略外，英国人也有一个优点，他们统治一个地区，做的是长久打算，并不是掠夺完毕了事。所以，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缅甸的交通和教育获得了大幅改善。英国人致力开发水路，使得无数蒸汽船航行于伊洛瓦底江。铁路和道路也获得兴建和改善，以弥补水路的不足。不过这个时候，大量印度移民涌入，导致劳工廉价，对地方经济产生威胁。因此，缅人对印度人非常仇视。在1930年爆发了反印度人的暴动。到今天为止，缅甸人对印度人也没有太多好感。1937年，英国创建一套独特的缅甸宪法，同意缅人自治。缅甸脱离英属印度，成为大英帝国的缅甸本部，终于和印度平起平坐。1942年5月，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了缅甸，并成立了以巴木为首的缅甸傀儡政府。渴望从英国独立的昂山将军组织了缅甸独立义勇军，但背后的支持者实际上是日本。在缅甸和中国谈论昂山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最不愿意提及的是昂山率军与日军一起参加了对英军及中国远征军的战斗，然后在日军支持下宣布缅甸从英国独立。当时中国远征军之所以四面受敌，日军轻而易举打败中国远征军，部分原因是因为昂山的义勇军帮助了日本军队。昂山后来成了缅甸独立的开国之父，一直被缅甸人民所尊敬。昂山的女儿昂山素季也成了当代缅甸走向民主的斗士。所以这段昂山和日本人联合的历史常常被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不过后来昂山也意识到了日本人不是好鸟，在1944年开始支持中美英的同盟国一方，并组织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以对抗日军。1945年，全缅抗日胜利，但战后的缅甸并没有独立，仍受英国控制。昂山率领的缅甸军队与英国指挥下的缅甸军合并。昂山本人于1946年9月出任英属缅甸政府行政参事会的议长，负责国防和外交政策。但昂山仍然继续以完全独立为目标的政治活动，推动英国签署了保证缅甸在1年内完全独立的昂山艾德里协定。英国人对于昂山推动缅甸独立心怀不满，上下手脚，暗中鼓励反对派对抗昂山。1947年7月19日，在保守派前总理吴素指使下，昂山与6名阁僚于仰光的部长大楼被暗杀，时年32岁。缅甸独立和军政府1948年到2010年，缅甸独立和军政府1948年到2010年，昂山被刺杀后，缅甸还是从英国取得了完全的独立。但独立后，缅甸内部党派斗争激烈，在1950年发生大规模内战。执政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也在1958年发生分裂。1962年，军事将领吴奈温将军 General Ne Win 发动政变并成立了军政府，宣布缅甸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吴奈温执政后，对内实行缅甸式社会主义，对主要工商企业实行国有化，并对人民的自由进行严格的限制。
人民对于自由受到限制感到十分不满。同年7月7日，学生在仰光大学发起示威活动，抗议军事政权。军队在吴乃温的间接指使下，以血腥镇压了学生活动，导致100多名学生伤亡。以后的几十多年，独裁军政府的治理不当和腐败，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到1980年代后期，缅甸已成为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1988年，昂山的女儿昂山素季从英国回来，成为缅甸迈向民主之路的精神动力。他因为公然批评吴乃温，在1989年7月20日遭到囚禁。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昂山素季，国际舆论迅速站在了昂山素季一边。1995年，他被军政府释放，随后又再次遭到软禁，直到2010年11月13日终于获得了自由。缅甸联邦共和国。缅甸联邦共和国，缅甸民主改革，是指缅甸从2010年结束了军政府统治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改革措施。重要措施包括释放被软禁超过15年的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大赦多名政治犯，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颁布赋予劳工可以组建工会和罢工等权利的劳动法，放松出版审查等。这些改革使缅甸逐步迈向民主国家，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当年11月中旬，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被当局允许注册为合法政党，并参加了后来的议会补选。2011年1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了缅甸，成为半个世纪以来首位访问缅甸的美国高级官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政治犯都被释放出狱，同时还释放了大量服刑人员，包括当时因为伐木被缅甸抓进去的100多位中国人。2015年7月30日，时任缅甸总统吴登盛签署大赦令，立即释放6966名服刑人员，其中包括被免判刑的155名中国籍伐木人员。2021年2月2日，之前被缅甸军方扣押的各省首席部长中有部分已经回到了家中。2月3日，缅甸军方在内比都泽布迪瑞法院对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提起了诉讼。2月5日凌晨，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中央执委、发言人吴温腾被军方扣押。2021年11月15日，重新组建的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正式以滥用职权罪起诉16名涉嫌在2020年大选中舞弊的人员，其中包括温敏和昂山素季。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再会。